一听到他们无法彻底的在神光海中穿梭后，萧炎的心自然是最难受的，但他也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继续问道：粉老，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过了半晌之后，粉老一副思索的神态才逐渐的消散，仿佛他已经有了决策。或许有一个办法可以。什么办法？萧炎激动的询问道。在实力上面你们或许做不到，可是这神光海我记得很久以前是5位无上神所建造出来的特殊之物，同时也是进入神印王国的唯一入口。如果你现在将无上的传承力量施展出来的话，或许能够让你坚持穿梭到神光海的彼岸处。粉老灵光一闪，目前这也是一个最佳的办法了。无上的传承力量，萧炎思索间很快就明白了粉老所说的意思。焚神之力，你是说利用焚神之力便是可以穿梭这无尽的神光海，是吗？粉老淡淡一笑的道。很聪明嘛，这么快就明白了老夫的意思。没错，刚刚我便感觉到这神光海有5道特别的能量波动，而其中就有焚神之力的气息，所以我才想起来，这神光海应该是很久以前5位无上神的杰作。无上神的手笔竟然建造了如此巨大的光球，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神光海所掀起的浪花足以轻易的吞噬摧毁一方大剑，所以也导致了很多强大的神灵不敢靠近这里一步，毕竟往这里靠近与寻死没有什么两样了。如今你炼化了5道神火的本源，可以施展出焚神5火的形态，而所激活出来的焚神之力也会更加的强大无比。而且我记得你之前好像将地炎加入，开启了焚神半火，不如你这次也这样施展，将会激活出焚神5半火的更强力量。只要焚神之力越强大，那么你们就越安全的在神光海中穿梭而行。萧炎一听，他的心中简直是兴奋起来，看来他很幸运，这一次前往神冥界复活轩儿和彩铃他们是指日可待了。有了这样的一个动力，萧炎体内的血液都开始沸腾兴奋而起，身上的一股强大的气息也随之爆发而出。林兄、沐尘、吴雪，等会你们3人抓住我带你们穿梭神光海，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大浪，你们都不要放手。萧炎认真的对着灵动、沐尘、吴雪他们3人嘱咐道。好，萧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都会掩护你，你尽管施展全力。灵动、沐尘非常自信的看着萧炎，萧炎点点头，旋即萧炎的那双眼睛散发出奇特的金色光芒，整个身躯竟然被一股无形的焚神力量所包裹，并且有些淡淡的金色能量覆盖在萧炎的皮肤上，一道道金色流光在其身躯上不断的盘旋。灵动、沐尘、吴雪3人望着此时萧炎的形态，散发出一股极其可怕的神圣气息，更是令人难以置信与震撼。因为现在的萧炎本就是大道主神初期的实力，而施展出焚神5半火之后，他的神力将会大幅的提升很多，就连灵动、沐尘二人都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感。这一股压迫感使得他们也不得不动用最强的底牌去应对。他们2人心中想着，萧炎的实力恐怕在这时超越了他们2人了。看来萧兄的这个形态似乎又变强大了，不然也不会让我都感到棘手。灵动心中暗自的震撼道。沐尘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他表情上的变化似乎也在述说着萧炎这形态之下的恐怖之处。而灵动体内的祖符之灵剑到萧炎这个形态之后，竟是惊呼出声。这个形态的气息，随着萧炎的身躯移动，这些金色能量宛如实质般的呼啸着散开，感受到体内那无穷无尽的强大力量，萧炎的身体都是变得极为的轻灵了许多。望着眼前的巨大光球，他的脸庞一脸严肃至极，然后深吸一口气，准备向前迈出一步，带着灵动、沐尘、吴雪他们穿越过这颗巨大光球中的神光海。准备！萧炎声音响起，灵动、沐尘、吴雪3人的手臂搭在了萧炎的肩膀之上，自身也同样运转起强大的神力护住自身。紧接着萧炎便是将焚神之力覆盖在灵动、沐尘、吴雪3人的身躯之上，很快他们的身上也都有了淡淡的金色光晕，使得他们感到一股无穷无尽的浩瀚神力在他们的身体之中不停地游走着。萧炎看到焚神之力已经将他们牢牢地锁定之后，他的一双金眸中迸射出无比强大的一轮神光，而后萧炎等人的身影便是消失在神界域的虚无之中，化为一道耀眼的星光冲入了那幽光色的巨大光球之中。那道星光开始以极快的速度进入到了神光海中，带着巨大的浪花，而那浪花所过之处竟是将空间都给吞噬不见。在神光海的深处，萧炎、灵动、沐尘、吴雪4人如同穿梭于无垠星河的旅者，依靠着大道主神的力量，在浩瀚的空间中挥洒着属于他们的大道神力。萧炎以一股不可抗拒的主力之势撕裂着前方的虚空，他的双手似乎能够触摸到那些流转的神光，每一次挥手都带起一阵阵空间的波动。灵动和沐尘则在旁辅助，他们的眼神坚定，全身的气息与萧炎相互呼应，仿佛是2位默契的伙伴，在风暴中共同操控着一叶扁舟。他们手中的大道神力化为一柄柄锋利的长剑，一次次地击穿那些阻碍他们前进的神光漩涡。然而随着他们深入神光海的核心，四周的神光越发狂暴起来，时而凝聚成翻滚的漩涡，时而又化作咆哮的风暴。他们像是有了生命和智慧一般，围绕着萧炎3人，试图将他们吞噬。
萧炎眉头紧蹙，眼中闪过一丝凝重。他知道这些神光并非简单的自然现象，他们或许蕴含着某种古老而强大的意志灵动。和沐尘感受到了萧炎的情绪变化，他们不言而喻地加大了大道神力的输出。三人的身影在神光海中留下一道道绚丽的轨迹，每当他们得力量交汇，便能暂时形成一个稳定的空间通道，让那肆虐的神光无法触及。在这场看似是一场穿梭，但三人的心灵与意志也被推向极限，他们必须依赖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协作，才能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神光海中找到生存下来。而且他们每一次的叠空穿梭都是一次对生死的试探，而他们的目标只是那遥不可及的神光海的彼岸。萧炎和同伴们在神光海中已经穿梭了5-6天，他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凶猛的浪潮，海浪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身体，让他们感到疲惫不堪。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凭借着坚韧的意志，他们一路向前，努力地向着彼岸尽头前进。穿越神光海需要数十天的时间，但现在已经过去了5-6天，他们仍然没有到达彼岸，但也已经过去了一半的路程。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更加猛烈的恐怖浪潮，这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扰，仿佛是在面对着同样是大道主神的对手，与之拼死相搏。要不是这一次萧炎以焚神5半火的力量与之抗衡，恐怕仅仅凭借着大道主神初期的实力，根本无法抵达一半的路程。不过好在萧炎他们有着强大的底牌，最终他们不得不花费1天的时间来应对这些恐怖的毁灭浪潮攻击，直到最后也彻底的成功逃出那困境。在之后，萧炎他们也终于花费了数十天的时间，他们到达了神光海的彼岸尽头。在离他们非常遥远的地方，那里散发着幽冥的光芒。那时虽然没有说出什么，但是他们却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已经成功的穿越了神光海，到达了彼岸的尽头。这里的景色非常的梦幻陶醉，让人感到宁静而祥和，又带着一丝幻象一般。他们虽然还没真正的抵达彼岸尽头，可是已经将一身的疲惫都抛之脑后，稍微的在这里停留了一会儿。远远看着极其遥远的那梦幻幻想之地，那里散发出来的幽冥之光更是让他们的神魂都开始感到异常的变化。仅仅看到那些幽冥之光，竟然会让我们的神魂都有着剧颤。萧炎、灵动、沐尘、吴雪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那种感觉是神魂本身对那幽冥之光的剧烈反应。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里应该就是神冥界的真正入口了吧？吴雪这时开口说道，她的美眸停留在那遥远前方的幽冥之光上，可是她的神魂竟是没有那种剧颤幽冥之光的感觉。但是她的直觉告诉她，那里应该就是萧炎要找的神冥界入口。小家伙，你们快去，那幽冥之光散发的所在地就是神冥界入口。如果让这些幽冥之光消失的话，恐怕想要再找神冥界的入口就会很难了。冯老的急促声音在萧炎的脑海中剧烈的炸响而起，而收到冯老的那道声音后，萧炎立马对着灵动、沐尘他们开口道：林兄，沐尘那幽冥之光就是神冥界的入口，在它消失之前一定要锁定入口进去，不然的话想要再找到神冥界的入口怕是非常艰难了。灵动、沐尘二人闻言立马点头示意，然后也不敢浪费一点的时间，直接以自身最强的实力下，以最快的速度朝着神光海的尽头那幽冥之光叠空而去。叠空唯有大道主神方才能够做得到，所以他们三人现在直接是徒手撕裂空间就能够做到对空间之间的叠空穿梭，这也是大道主神的一项技能。而吴雪只是天位神的修为，想要叠空在空间中穿梭怕是不可能，但是在萧炎的帮助之下，也同样能够将其拉进萧炎的叠空范围中，带着吴雪一起穿梭于这片空间之中。在不到几秒的时间内，他们就从非常遥远的空间点上消失的身影，下一刻就出现在了神光海的尽头处。这里一样没有任何的物质存在，还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但是在这虚无的空间中却是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有一团超大的幽冥光团悬浮在这虚无之空间中。萧炎、灵动、沐尘、吴雪四人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团如梦似幻的幽冥之光上，他在这片虚无的空间中漂浮游移，仿佛像是另一个世界的眼睛，在这虚无的黑暗中窥探着一切。他们感到一阵阵恐怖的心悸，如此巨大的光芒竟显得异常诡异而神秘。突然，那幽冥光团如同被某种神秘力量唤醒，开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膨胀收缩，继而猛地加速，向无尽的虚无深处窜去。萧炎心头一紧，急忙大喝：快追，不要让它消失了！话音一落，萧炎、灵动、沐尘以及吴雪的身形瞬间化作一道道长虹，他们如同破空的剑士，直指那逃窜的幽冥之光。然而那幽冥光团的速度快得超乎想象，转眼间便已消失在了他们的视野之外。萧炎只觉得一股无形的压迫感席卷全身，那速度之快简直是极致，同时让他深深的有着无力感。萧炎他们眼看着幽冥光团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了视野的尽头，心中涌现出一股深深的失落与焦虑。一旁的灵动、沐尘、吴雪他们同样面露忧色，他们知道错过了这次机会，也许就再也无法找到神冥界的入口。而萧炎则是闭上眼睛，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焚神之力，他知道他们都已经尽力了。然而那幽冥光团就如同一场镜花水月，触不可及。
眨眼睛就彻底的消失不见。在这一刻，萧炎和灵动沐尘、吴雪四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最后的希望在眼前消散，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不甘与无奈，虚无中只剩下他们的呼吸声和心跳声，仿佛在诉说着他们这一次的失败。好不容易遇到了神冥界的入口，可是最后还是没能追上，让其消失了。然而就在萧炎他们个个失望的时候，那一团幽冥之光又出现了，不过距离非常遥远，但是对于大道主神来说，能够在视觉之内的距离都算不得什么。又出来了，这次绝不会放过。萧炎的尖一声立马从他喉咙间响起，萧炎身影如电，犹如云朵那般轻飘，没有任何的阻力下直冲向那幽冥之光，那速度快到连肉眼都差点难以捕捉。萧炎的身影在虚无的空间中划出一道炽热的轨迹，他双手一挥，便是出现一片火海，快速的蔓延而开，火海无边无际，火焰如赤龙般腾跃，在这黑暗的虚无之中燃起了耀眼的烈焰火光，使得四周的黑暗都被这耀眼的火光给照亮了起来。火海散发出的高温让四周的虚无都仿佛扭曲起来，虚无之地也瞬间变成了一方火焰的世界。而灵动眉心紧蹙，手中的空间祖符散发出悠悠的光芒，因为之前不管以自己多快的速度都无法追上，所以这一次他直接动用祖符的力量来试一试。灵动的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在虚空中回荡。空间转移。随着他的声音落下，空间祖符周围的空间开始有了剧烈的波动，然而那遥远处的幽冥之光所在的空间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撕扯，随即凝固成了一面透明的壁障，那幽冥之光也瞬间被困在了其中，无论怎样乱窜都无法突破这层凝固的空间之力。下一刻，两处空间的位置发生转移性的改变，而在灵动眼前的空间中出现了那幽冥之光。灵动心中一喜，心想着终于将这神冥界的入口给捆住了。然而幽冥之光在灵动的空间之力捆住之下，开始闪烁着强烈的幽冥光芒。很快被困住的幽冥光芒，它的光芒变得越发耀眼，最终在一片耀眼的光芒中，幽冥之光猛地爆发出一股强大特殊力量，硬生生地破除了空间的束缚，再次恢复了自由之身。不过早已经准备多时的沐尘已经召唤大道金身以及他那法心之眼，将幽冥之光所有一切的逃离路线给尽收法眼之中。同时萧炎与灵动一火一空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在虚无之的交织碰撞，上演了对幽冥之光的一场激烈的角逐。火焰与空间疯狂地对着幽冥之光爆射而去，在这场角逐中，他们的意志与力量都得到了极致的体现。但是这一次幽冥之光似乎已经的谨慎起来，即便萧炎、灵动、沐尘三面夹击都无法将阻拦住，即便有着空间祖符之力，但也难以捕捉捆住，因为对方的移动速度实在太快了，根本无法锁定那空间的位置。速度太快，灵动似乎想到了什么，立马在他的脑海中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是速度太快，那么我现在就用时间祖符来限制你的移动速度。旋即灵动的身边出现了另一道祖符，这一道乃是时间祖符，它散发出一道极其玄奥的力量，仿佛隐隐间将周围的一切时间都定格在静止状态。时间禁锢。灵动催动自身的大道神力，将时间祖符的力量运转到极致，并且可以清晰地看到灵动的周边空间竟然渐变成黑白之色，然后朝着那幽冥之光蔓延而去。而且这黑洞之色的所过之处，所有的万物、一切以及时间都被禁锢了，根本无法动弹，仿佛被静止了一般。这一幕也微微震撼了萧炎、沐尘二人，因为他们感受到时间祖符那不可描述的玄奥力量，如果自己被禁锢的话，那么一时间也无法破除那时间的禁锢，因为他们的意识和时间都在那一刻彻底的被时间之力给静止而下。这就是灵兄的时间之力吗？真是厉害又强大。萧炎、沐尘望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表情都变得不敢置信起来。黑白之色的蔓延速度很快，在配合空间祖符的力量之下，很快那疯狂逃窜的幽冥之光瞬间就被空间祖符笼罩。可是那速度实在太快，根本难以锁定。但是此时时间之力也在幽冥之光的前方弥漫而来，一瞬间就将那以极快速度移动的幽冥之光给笼罩而下，那片空间也瞬间变成了黑白之色，那里所有的事物都被禁锢，时间也静止。只见那幽冥之光也暂时无法破除时间禁锢的牢笼，正在缓缓地移动着。不过灵动此刻的神色已经有些惨白，因为他可是催动所有的神力，并且施展了五行之术，以时间祖符和空间祖符为主，其他八道祖符为辅，这样能够使得时间祖符和空间祖符的威力发挥到极限，才能够有着禁锢住幽冥之光的行动。当然以目前灵动还没有将祖符蜕变为神符，也无法禁锢幽冥之光很久的时间，所有他们必须要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进入神冥界的入口。如果这一次还是没有把握住的话，那么恐怕就没有第三次机会了。时间禁锢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不断的压制住其中那近乎想要冲破时间禁锢的幽冥之光。萧兄，我无法禁锢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必须立马进入。灵动对着萧炎他们大喊了一声，额头上的汗水开始不停的滴落。看来现在的灵动也已经使出了所有的实力去勉强压制。灵兄，多谢了。
萧炎的目光直射幽冥之光之上，然后直接率先冲入那幽冥之光中，而后沐尘、吴雪也紧跟上，而最后灵动在最后1秒的时间中，以叠空穿梭的速度冲入了那幽冥之光。此时，萧炎、灵动、沐尘、吴雪4人在幽冥之光中左右上下的摇摆着，并且仿佛坠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一般，四周全是幽冥之气，这些气息凝聚成幽色的光芒与雾气，使得他们的神魂都想要被强行的破体而出。可在他们几人的合力压制下，终于让要破体而出的神魂稳定了下来。在这深不见底的无底洞中，萧炎、灵动、沐尘、吴雪4人的意识似乎变得模糊起来，一种难以忍受的困意在他们的脑海中不断的冲击着。很快，他们4人就这样闭上了眼睛，昏迷过去。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毕竟神冥界可不是他们的神界，可以说神冥界是以另一种形态的能量体存在于大宙中，一般活人根本无法进入其中，那么一旦进入其中，就会瞬间死去。